Hello， 大家好，我是华生，我是阿西。之前我们拍了一部影片，分享我们在澳洲打工度假2年来的经历，然后也收到了大家很多私讯，问我们关于在澳洲的一些工作上面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决定来拍一个系列的影片，来分享所有适合打工度假签或是学生签的工作，让大家对在澳洲赚钱呢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概念。提到澳洲打工度假，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我想大家的答案应该是农场啊、工厂或是肉厂吧。就这类体力活。对，但其实呢，澳洲新包刚落地澳洲，确实最好找的就是农业类的工作。那农业类的工作，它其实也比较有机会可以赚到多倍的收入，有可能你一天的薪水就可以抵台湾半个月的月薪哦。是有这个可能性。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一期的影片主要就要分享澳洲所有农业类的工作。那我们也制作了一张澳洲农产品季节和产地的地图，在这里。光知道季节和产地肯定是不够的，我们还总结出了当中具有代表性的农场或者公司，还附了联系方式，方便你去找工作。那如果你正在思考不知道在什么月份入境澳洲，或者是你人已经在澳洲境内找工作了，那这一份地图呢，可能就可以满足你1年4季的一个工作的需求。那如果你本身对农业没有太大的兴趣，也没有关系，因为在你找其他工作的同时，或者在考虑要移动到哪个地方的时候，对澳洲这个整体的农业版图有个了解，也是很有帮助的。首先澳洲的农产品种类很丰富，像是产量比较大的有草莓、蓝莓、樱桃、葡萄、洛梨、柳橙、芒果、香蕉、番茄、花椰菜、洋葱、马铃薯、等等。因为它土地范围很广，从南到北，温差范围也很大，所以同一个月份可能有多种水果和蔬菜需要采收，工作机会也会比较多。对，那因为澳洲它是在南半球，所以它的季节跟台湾其实是相反的。像马上要到来的12月到2月，其实在澳洲是夏天，所以我们今天会先从12月到2月的这个季节开始介绍。那在这几个月比较适合找工作的农场有像樱桃、蓝莓、葡萄或是草莓等等。那工作机会呢，大多集中在澳洲的南部。如果你本来就计划在11月或12月入境澳洲的话，你的第一站其实可以选择去塔斯。这也是我们当时的计划。没错，它是在澳洲最南端的一个小岛。在这里，对，在最南端的这个小岛，因为夏天呢，其实是去塔斯最棒的季节，因为它除了夏天，其他根本就淘宝对不宜人居，没有啦，就其实会很冷很冷，然后会下雪，所以不太适合。如果你想要在内陆找工作的话，其实也可以考虑南澳或是西澳，这样子在你接续下一份工作的时候，开车移动啊什么都会比较方便。那这个季节最推荐的农场是什么呢？我们另外请教了一些亲身做过的朋友，发现在采摘工作里，普遍评价最好的就是樱桃和蓝莓。第一，计件薪水高；第二，工作相对简单，有些快手一天可以做到500澳币，就是新台币1万块。当然，这个前提是你要是快手啦。因为这些快手，它其实也通常都是第2年或是第3年再回去做的，所以他们就可以熟能生巧，速度就比较快。没错，而且也要看这个果量跟果况，所以是有一点看天吃饭。那其他像是我刚刚前面提到的，还有葡萄或是草莓，它相对会比较辛苦一点点，所以工作机会会比樱桃跟蓝莓来的比较多。那如果你申请不到樱桃或蓝莓的工作呢，也可以多申请像葡萄或草莓这种工作备选着，会比较保险。就是樱桃吃腻了可以换换口味。对，没错，因为你在那个水果采摘的农场或者是包装厂工作，就有一个这个额外的好处，就是有一些 supervisor 他会不介意你去吃一些次级品，或是甚至会让你可以带回去。那说回工作，接下来就是3月到5月进入到秋天了。那葡萄跟草莓其实是还有的，但是果期就已经快结束了，所以工作就不会持续太久。那苹果跟番茄也还会有一点工作需求。那再来就是像马铃薯、花椰菜这种蔬果类的，它是澳洲境内长期需求都比较大的，所以它的工作也会比较稳定。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是2月底的时候落地布里斯本，然后大概3月初开始工作的。没错，我们当时就通过朋友介绍，还有一家澳洲当地的人力中介公司澳商雅集，提前就找好了一份防草莓苗的工作。那个地点是在布里斯本的附近。结果后来我们到之后才发现，原来 Stanford 那个小镇就是背包客口中的黄金新手村，就是钱很好赚的意思。对，然后也真的让我们在那个工作亲眼见证到了一个，就是一天可以赚到700多澳币的一个快手背包客。对，就相当于就是他日薪就是台币1万多块。对，可惜不是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在澳洲的第一份工作，以前完全没有农业相关的经验，所以刚开始还小小的怀疑了人生一下，因为连澳洲最低时薪20都做不到。
没错，那时候想说什么黄金新手村，那黄金只是大便嘛，我们根本完全没有体会到赚钱的。但好处是这工作是在室内的，不用日晒雨淋，而且比较轻松，还可以戴耳机听东西。然后后来就是其他的老包给我们一些建议，那我们后来就是慢慢的也有达到就是比较基础的一个时薪。后来刚好还有一个机会，阿西调去做 supervisor， 所以从计件薪水变成了时薪工作。所以如果你不是快手，它其实也有其他时薪的岗位可以让你去做申请，就例如 supervisor 或是 QC， 就是一个质检的一个岗位，或者是其他就是帮忙维护环境清洁的岗位，都是时薪的。如果你刚好在秋天结束了上一份工作，想要找一份能够持续4、5个月的稳定工作，那就可以考虑柑橘类的或者蔬菜，比如说橙子、洋葱、马铃薯这一类。那我们自己是有做过那个橙子包装厂的，所以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一块。就是橙子类的工作的话，它有分成采摘跟包装这2种。那采摘一般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它是在户外工作，然后你要背那些果其实蛮重的，而且它是需要爬梯子上树去采摘的。所以一般呢，农场它会请比较多是在澳洲周边岛国的岛民，对，像是那个东加，或是斐济，或是那个万纳度，对，这上面的岛民来采摘，那他们的动作都超快，就直接不用梯子就直接爬树上去摘，所以你根本就摘不赢他们。所以一般我们会比较建议去找就是橙子包装厂的工作。对，第一个它是在室内，然后再来它的操作的流程内容都会比较简单。那像是我们之前工作过的 Costa， 它其实是澳洲最大的一个蔬果经销商。然后也是背包客口中的一个5星农场。这个橙子包装厂的话，它是在昆州跟南澳都有。对，如果说你要找这类的柑橘工作，那可能要4月份就要投简历了，因为很多人去竞争。然后大概5、6月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工作，一直到11月份才结束。OK， 那再来6月到8月的话，就要进入到冬季了。这个时候南部的话就会比较冷一点了，所以可以早一点往北部移动。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像番茄啊、节瓜、橙子或是糯米这些，还有一些全年都有的蔬菜类，像是洋葱、马铃薯、花椰菜、小黄瓜等等，这些工作机会都还是有的。然后有一些大农场，它很多农作物同时在栽种，所以它可以连续在一家农场里面半年不间断的工作。只不过这些农场它的工作需求可能会比其他季节少一点，那难度也会增大一点点。那所以，如果你在3月到5月已经找到了一个比较长期稳定的工作，你就可以直接跳过冬季的这3个月，不用换工作了。如果你正好是这个时候落地澳洲，或者是就是想待在南部，离大城市近一点，那也有其他的好工作可以选择。例如在科夫港的蓝莓工作，也是在 Costa， 这也是很多背包客推荐的。没错，对，所以建议要提早投履历。然后还有南澳著名的 Waitara，它是一个谷仓，在西澳也有类似的，但是它的口碑比较好。还有鸡蛋厂、肉厂等等等等，但这些工厂类的工作，我们就留在下一期跟大家详细讲讲。所以这个季节就是工厂类的工作会比较稳定。那再来9月到11月呢，通常是一些农产品播种的季节，所以在南部有一些工作是会付你时薪，然后请人去种蔬菜苗。那一般这样的工作会需要的是女生。那男生的话就是要帮忙搬东西或者出货。另外的话，还有一些莓果的季节也要开始了，例如红莓或是蓝莓，那这个时候都会有采摘的需求。那有些快手的话，他会去北边找芒果、甜瓜或是香蕉这些水果的农场。这些挺辛苦的。对，因为这类的水果它相对会比较重，就是偏比较体力活一点，所以就没有特别的推荐。总而言之呢，到了澳洲最好去看一看你到的那个月份是在整个曲线的哪个部分，然后了解相关季节工作的区域和难易程度，不要盲目的看到工作就去投。因为如果你盲目的去投的话，到时候你就会花大量的金钱成本跟时间在移动。那其实很多去了澳洲找不到工作的新包，他其实就是在错误的时间，然后去了错误的地方，然后又没有掌握这些比较全面的资讯。那对于需要考虑的一些关键因素，我们也帮大家整理了关于农场类工作的一些优点跟缺点。首先，第一个优点呢，就是它的入职的门槛比较低，它通常是可以远程投递履历的，然后不需要面试就可以直接的录取。那它对英文的需求也会比较低一点点。那其他类型的工作可能都会需要面试或是试工，或是要求你一定要有相关的工作经验才可以。在找不到其他工作的条件下，或者是你人还没有入境澳洲，你都可以先投递农业类的工作，所以它是一个最后比较保底的一个选择。第二个优点是，农场类的工作通常都可以提2千、3千的时数，但是还是得看区域。
能不能急签是根据政府公布的邮政区号来确定的，不是招工的人说他可以急就可以，而且是只有白工拥有正规薪资单 pay slip 才有，千万别找黑工农场哦。那第三个优点呢，其实是对于快手或者是你比较有自信、想要挑战自我的人来说，你就有机会可以得到比较高的日薪，像采摘樱桃或是其他的工作，我有听过，就是税前1周的周薪有2000澳币的。但这个情形毕竟是少数，大家不要抱太高的希望。就像一个行业里面的金字塔尖，能拿到这个薪水的都是很有经验、很擅长做这件事的人。毕竟户外采摘类的工作，对于我们这类习惯了大城市工作的人来说，还是比较难的。而且一般这样的季节其实也比较不会持续太长，因为主要是单价比较高的水果，像是樱桃啊、蓝莓或芒果等等的集中成熟期，就是大家说的爆果期，会比较有这样子的薪水。所以一般背包客拿到的薪水，其实就几乎等同于澳洲的最低时薪，甚至有一些计件的工作，算下来还会低于最低时薪标准。那第4个优点呢，其实是比较多人没有注意到的，就是其实农业相关的职业，它在移民担保上面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那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农场，也正是因为农业相对是比较辛苦的，竞争就没有那么激烈，所以当中更有可能找到一些比较好的工作机会。如果你能够接受，或者本身对农业比较感兴趣的，就可以考虑往这个方向去做规划。那接下来缺点的部分呢，第一个是除了一些特殊岗位需要采收或是捕捞类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在户外，所以风吹雨淋是免不了的，普遍会比较辛苦一点，而且还会有一些身体的负担或是职业病，像是我们之前有听说过很多女生她去采摘水果，都会被那个划伤啊，然后或者是砍花椰菜啊，会有那个花椰菜手，就是手掌肌肉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对，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或是原本是做室内，或是做比较精细一点的工作的话，那就可以尽量避开这些，就不要去尝试了啦。没错，那第2个缺点就是农场类的工作通常工时都不太稳定，有点看天吃饭，所以它的平均薪水其实都还不如那些稳定的时薪工作。因为我记得我们去的某一年，那一年就是它的下雨量非常大，就是因为下雨就一直没办法开工，或是整个月都一直做1天休4天这样子，就是看天吃饭啦。那第3个的话是这类的农业工作一般都需要早起，像我们之前曾经有一份工作是凌晨3点多就要上班，所以2点半左右就要起床了，然后晚上8、9点就准备要睡觉了，所以整个作息超级不一样。那第4个缺点呢，就是很多的农场都离城镇比较远，所以说需要开车或者请人接送，这样其实也是一个额外的成本。我记得有收到有那个观众问我们说，买脚踏车可不可以代步？但是像我们刚提到那个工作，你起床的时候天根本还没亮，你骑脚踏车真的超级危险。农场那边都是超级黑的偏僻，对，又偏僻又黑。对，所以基本上不太可能骑脚踏车上下班。所以如果还在台湾的小伙伴，可以先去考个驾照，至少如果有人有车，你还可以跟他借啊什么的。那以上就是我们帮大家整理的农业类工作的优点跟缺点啦。那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自己抵达澳洲或是准备开始工作的月份是对应到哪些相关的农作物，可以参考我们做的这个地图，然后再综合考量跟判断你想要申请什么样的工作，可以提前的远程投递。是的，如果要申请的话，建议都要提前1-2个月去做。那申请的管道呢，我们也会整理在我们制作的这份地图上面。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你可以现在截图，或者是如果你比较想要清晰的原图的话，可以私讯我们的 IG， 我们会把原图发给你哦。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农业部分的一个概览。那我们要声明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呢，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还有身边朋友的一些经验，那还有一些是网络上其他网友分享的经验，所以真的不代表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是这样。对，有可能我们的经验是好的，但你运气就不好，没有啦，就是有可能我们的运气比较不好，你的运气比较好，会遇到不同的经历，所以就是仅供参考。那如果有一些比较不是那么准确的地方，也欢迎有经验有去过的一些背包客可以在下面留言，再补充给大家，让这个资料可以更完善。对，我们会来再更正。那今天这个影片呢，我们也整理得很辛苦，所以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帮我们点一个喜欢，让更多人看到，这样我们就会努力的继续拍下一集哦。那下一期的影片我们会来介绍工业部分，也就是包含各种水果、蔬菜的包装厂，然后牛、羊、鸡，甚至专门做袋鼠肉的工厂，还有鸡蛋厂、鲑鱼厂、龙虾厂等等等等。
对绝大多数都是室内工作，然后薪水相对稳定，而且工期通常都比农业要长，长期看来就有更多的涨薪甚至担保移民的机会，适合更喜欢稳定升级的小伙伴。那如果你对在澳洲赚钱或是生活有兴趣，现在就点击右下角订阅我们吧，然后记得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之后最新的影片哦。也可以 follow 我们的 IG，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留言或者私讯我们。那我们就下周见喽，拜拜。芒果、香蕉、番茄、banana。洋葱，什么？